现在是4月份，早上都打不着，到中午都得打好几下才能打着。打着以后呢，关键是没力。只要是热车的话，路上跑个50码都费劲。后面排气管那个烟啊，在路上跑一趟的话，后面的车都看不到路。毛病多，增压机坏，活塞连杆，间隙肯定是太大了。车吧，先把发动机车了再说。我算是长见识了啊！电瓶被我车掉了，你看车成这样了，居然还有电！这个车还有电，我也是醉了。我就顺着找到这个后备箱，我去，这里居然还有这么大一个电瓶！看，然后我把这根线撤掉，它就没有电了。你看这个线，我说奇怪了，前面的电瓶已经撤掉了，为什么还有电？找来找去，哎呦，找到这个后备箱里面。还有这么大一个电瓶，车主说我的车老是打不着，就算是热天也打不着，经常把电瓶都打没电了。然后叫了一个修理工，一个电工去听他看，说毛病没找到，直接给他加一个电瓶在后面。本来这个车这个发动机的电瓶是60安的啊，你了不起你就改个80、90安的嘛，他直接搞那么大一个放在那个里面，哎呀，太牛了嘛！关键是还打不着，他这个车缸压不够，活塞环什么的肯定是间隙太大了，废气特别重。大家估计这个发动机我一个人得多久才能修好？正常的话一般就是2天。柴油那个皮卡就是长城风骏5。我之前修了好几个，换适配套啊，就是搞3保啊，2天就够了。今天呢，现在都大概3点半了，我才开始车嘛。今天车下来就差不多了，明天搞1天，后天下午的样子，大概这个时候可以打着了，一般都是这样。我干活只要没有力气了，我就要抽烟，没有力气就抽烟。有些时候修电路想不起来是什么地方的毛病啊，头脑里面很空，什么数据都没有的时候，我就抽一根烟，几分钟以后大脑就可以更新数据了，然后我就可以找到毛病了。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，这个鸡被我拔毛了，活塞环不行，钢套有轻微的拉伤，这个活塞明显的听见在响，大家注意看啊，这个活塞这个间隙，看到没有？我这样摇的话，明显的感觉这个活塞在里面晃动。4缸也是，你们看这个上面啊，看一下2、3缸，哎呀！大瓦、小瓦都拉了，起轴的有一点，不是很严重。钢套的间隙特别大，要弹钢了。起轴呢，我自己磨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作案现场，有点乱七八糟的感觉啊，没办法。钢体、钢盖、油底壳都拉去洗一下，清洗一下，顺便磨气门、弹个钢，给发动机洗个澡、洗个桑拿。准备出发。没见过弹钢的，这个就是弹钢，这个是新的钢套，先把旧的撤掉。传说中的弹钢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是干式钢套，必须得这样子撤掉一层，再下一个新的套。如果是湿式钢套的话，就不用这样，直接把那个钢套敲出来，把新的压进去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个是干式钢套，必须得上车床。这个就是我拿过来的钢盖，得重新磨这个气门，用那个机器磨一组气门。
个里面冲一下，把上面的油泥冲干净，这样清洗油底壳特别干净。发动机上面漏油啊，或许是有什么问题，这样清洗的话是特别干净。大瓦、大球包、水管、活塞环，还有增压机，哎呀，反正得好几千了。离合器3件套都得换，正时3件套，皮带是119尺的啊，给大家说一下。新钢套高了半公分，还得把这个高的这个又把它扯掉。这个是干式钢套。如果是湿式钢套的话，就没这么麻烦。曲轴有拉伤的痕迹，看见没有？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有拉伤的痕迹啊！看那个下面，这个钢，每一个都有。又得磨了。再检查这个上面，准备开始安装。安装之前，油道孔用压缩空气吹一吹，所有的油道孔、螺丝孔都要用压缩空气把它吹干净。准备开始安装了。发动机组装的差不多了，明天早上就可以往上面吊。看洗的干不干净？哎呀，进气管看起来跟新的一样，都是洗过的，全都洗得干干净净的。明天吊上去调气门，气门都还没调，太累了，太累了，就我一个人搞，真的好累呀！一个人的日子啊，苦啊，真的是太辛苦了。关键是我这个腰特别疼，我腰本来就不好。腰间盘突出、膨出，还有骨质增生，去年差一点就瘫了，连路都不会走。这个发动机今天是完全可以吊上去的，因为有其他车要搞嘛，比如说是搞水温啊，换换火花塞啊，换换机油啊，检查电路啊，我得捞点现金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发动机到现在8点钟了，都还没吊到车上去。现在我42岁了。能奋斗的话，不管是3年、5年、10年、8年，尽量奋斗吧。实在是动不了了，那肯定是没办法。能动的时候尽量动吧，啥也别说，一个字就是干吧。好，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里，明天再见吧。啊，明天我吊上去了，看一手能不能打折。早上1碗面条，晚上7、8点钟才能吃饭。正时装好了，都换新的。车主说不换。我说不换，我把我裤腰带给他看，我说你再不换就是这样的啊，就跟我这个一样了啊，你再不换，我这个是奇瑞的，F56的，直接哐咚断在路上了。所以车主啊，他还说不换这个正时皮带，张紧器新的，造轮新的，皮带新的，跟大家分享个干货啊。什么叫干货？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柴油2.8，听好了啊，柴油2.8排量的啊发动机，给大家分享一个正时，你不用做记号，随便车，没事。曲轴这个豁口啊，对着里面这个小箭头给个特写，看清楚了没有？这个豁口对着里面这个小箭头，这个就是曲轴的上指点，14缸的上指点啊。然后凸轮轴也就是偏心轴，这个嘛太简单了，你根本就不用做记号。这里有个定位销，这个盘是不会动的，很独特的。这里有个孔，里面有个螺丝孔，你搞个螺丝拧进去就可以了啊，这样子拧进去，这个盘就不会动就行了。然后这边一样的，这边这个是供油的啊，但是这个是高压供轨的啊。同样的一个螺丝拧进去，这里有个孔，看到没有？把它固定好了，你就可以车这个皮带了。可以松这个张紧轮，这个就不用动啊，除非你要更换。如果是更换的话可以动。这个张紧轮螺丝一拧嘛，它就松了，皮带就可以拉下来了啊。还有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它是调这个张紧轮的松紧度的。之前是有那个砝码的，就把这个螺丝抽掉，
然后这个体片它在上面这样晃动的啊，晃动的它这个边会顶住这个张紧轮，然后这里挂一个砝码，就是我们说的秤砣，搞个砝码挂在这里。好，比如说这样的，它那个重量是多少斤，然后这个边它去顶这个张紧器，然后它厂家规定的大概是3斤啊，或者是5斤啊，那个力度就够了。你再把螺丝锁紧啊，再把这砝码取下来，再把这螺丝一上就 OK 了。有需要的赶紧收藏啊，这个是干货啊。虽然现在 2.8 的发动机不怎么多了啊，这个是柴油的，我强调一下是柴油的，不是汽油啊。好，有没看懂的可以私信我啊，或许评论区留言。当然有懂的大神你就别喷了啊，你踩个脚印就走吧。我是跟那些不懂的提个醒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发动机吊装好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啊！打一下，看能不能一手着车啊！小朋友，麻烦你去打一下车。哎呀，这声音挺脆嘛，一手就打着了。哎，就喜欢这声音了，声音还是挺好听啊。现在不敢加油，扛缸了。现在不敢大油门，就这样让它烧吧，让它正常磨合。现在加的是水，还没换防冻仪。等水位正常了，没有漏水的地方，温度不高，再把水放丢。因为才搞的发动机嘛，水道啊、油道这些都肯定是不干净。声音听起来是还可以，在我的计划之中吧，说2天搞好，2天多一点点吧。2天半吧，因为平常有其他车的，我要去给人家换机油啊，做保养，然后又把这个丢下。气门有一根气门好像还有一点噪音，但是不是太大啊，可以接受。等车主开几天看吧，先开个10天半月，能接受就接受，只要不影响动力嘛，响一点没事。柴油车嘛，多少都有一点。如果是车主说接受不了，那我再跟他调一下就好了。之前它油底壳啊、后油封啊都在漏，到处都在漏。现在嘛就是看不出来，上面有一点湿啊。这个呢，等它烧一下看看会不会好一点，没有渗油的地方啊。对于是上面有那么一点点的那个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才刚搞的发动机嘛。